15万想买一辆好玩的车，一定要开思域，一定要开引爆吗？今天带你们看另外一辆保障车。好了，现在我们就把这台 MG7 给升起来啊。那先说明一下，这台 MG7 它是一个底配的车型，就是一个 Trophy 的版本。那么最底呢，原本是一块副板给我们拆下来的。那作为一台纯燃油来说，它的底盘的平度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这里有一块副板，然后包括这两侧也可以看到啊，给整个底盘的这个找平作用。这台车它的动力的话是 2.0T 加 9AT 这样的一个动力组成。那这一套动力组成能够给这台车带来最大马力261匹，最大扭矩是405牛米，而且它的百公里加速是6.5秒。这样一台车型啊，这一套动力总成其实这个账面数据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因为它定位是一台运动轿跑啊，所以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性能也是符合它的定位的。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底下的时候，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发动机的油底壳，是一个钢制材料，这边是它的9AT 变速箱啊，并且这台车它是带有前桥限滑差速器的。那这个前桥限滑差速器的作用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进左弯的时候，那左侧轮是内侧轮，右侧轮呢是一个外侧轮。在进弯的时候呢，因为这一个扭力和这个离心力的一个作用下呢，这一个左侧轮它可能会扬起或者悬空，导致这个空转，是吧？那这时候限滑差速器它就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控制两侧驱动轮的轮速差在一定范围内，并且把部分动力分配给外侧轮，来提高车辆的过弯速度，包括提升它的一个操控性。副车架这一块呢，可以看到呢，这台 MG7 它是采用一个原保梁式的副车架，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全框式的会更加的符合它的定位，因为全框式的副车架呢，它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个连接面积，包括连接点啊，来提升这个底盘的这个稳定性和刚性，间接的也是提升了这台车它的一个舒适度和这个操控性。但是我们想一下啊，这台车 MG7 它的指导价是11.98到16.98万元啊，就这么一台10到15万元的一个轿跑车型，并且给了你很多配置，什么掀背尾门啊、无框车门啊，包括这么强悍的一个动力性能，对吧？还有很多的舒适科技配置，所以成本方面它肯定就是要去平衡一下。那用到这个元宝梁式这个副车架呢，也是算是情理之中。然后在悬架的组合方面的话，这台 MG7 呢，它是一个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一个悬架组合。那可以看到呢，它的前面的悬架这个下摆臂是一个单层的钢板冲压一体成型的，然后这个仰角的话呢是铝合金的，前面的一个刹车卡钳是单活塞的啊，并且轮胎的话用的规格还是很高的，它轮胎是用到了米其林的轮胎E-Frames， 然后这个规格可以看一下，规格是245/40/29，是一个19寸的轮胎，并且呢扁平比是40，比较薄的。那来到这一块的话，可以看到呢，它的排气从中间一直往后面走，然后也做了大量的一个隔热的设计，就上面很多的隔热网，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加强筋，提升这个底盘的一个承受度。两边前面有说到，就是做了一个护把，第一个是给这个底盘起到找平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也对上面的一些零部件起到一定的一个保护作用。好，排气口来到这边之后呢，因为它油箱是在这一块位置的，所以它是往左侧走的，而且呢，它这个排气管跟油箱这个因为隔得太近，所以它同样也是做了这个隔热网来隔绝热量。来到这边之后，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双边四出的这么一个设计。好，那这台 MG7 它的后副车架倒是一个全框式的这个副车架的，但是材质仍然也是这个钢的材质毕竟是一台10来万的车，也是合理。OK， 然后后边的这个悬架呢，就是一个一型多连杆的，可以看到1、2、3加上这个刀臂。那么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是给到这个悬架可以更多调节的一个参数更好的去约束这个车的一个跳动的方向，来提升这辆车辆的一个操控性。然后我们在这个刀臂和白车身连接的部位，包括它的副车架
跟白神4个连接点的位置都可以看到用了大尺寸的灯套来做一个柔性的连接，就是起到一个更好的隔震效果，提升车辆的一个舒适性。另外就是继续往后面走的话，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的尾巴。这台车它的排气声呢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它有这个运动排气。我们在启动车辆，包括你在给油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整个排气声呢是听起来比较浑厚，比较有这种力量的感觉啊，就是让你在听觉上听着这些排气声的时候呢，就能带动你的一个驾驶情绪高涨起来。好了，那这台车的话，我也是小开了一下，整体来说它底盘的话呢，如果日常通勤，它的舒适性还是挺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稍微的激烈驾驶一下呢，它整一个操控性，包括它的悬架对这个车身的支撑还是相当到位的，并且这台车它是有这个可调阻尼悬架的，这个价位给你的一个可调阻尼悬架，所以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过弯的时候呢，它的悬架就会变得硬一点提供更好的一个侧向的支撑。总体来说的话，这么一台车10到10万这一个价格的区间能给到这些东西呢，其实还是挺不错的。那这台 MG 系的底盘呢，咱们就看完了。首先从这个用料层面来说呢，除了前边这个羊角是铝合金的制件之外呢，其他都是钢制件但是咱们要结合它的售价区间来看，那作为一台10到15万元这样一个售价区间的车来说，这样的用料水平呢，其实也是符合这个价位区间的水准。而且呢，这台车咱们看一下，配置可以说是相当高了。什么无框车门掀背式尾门包括运动排气还有这个前桥 LSD 限滑差速器，对吧？然后还有这样强悍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它对于那种追求操控，包括追求驾驶激情的年轻人来说，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所以说，当你也想买一台有这个操控好，包括然后开起来比较兴奋的车的话，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台上汽名爵的 MG系。